大家好，我是马丁。大约在1个月前的影片中，我曾展示如何制作一个银电解槽。这个装置能将银合金溶解在电解液中，然后利用电镀的原理，将纯银沉积在阴极的不锈钢汤匙上。我们可以借此获得纯度超过 99% 的银结晶。然而，随着电解液中的杂质浓度增加，银结晶的纯度会逐渐降低。因此，本期影片的目的是研究银电解槽的效率，并且探讨它能处理多少银合金之后，才会出现明显的杂质影响。为了进行更全面的测试，我将原本的烧杯替换为更大的500毫升烧杯，开始第2轮的实验。每一轮回收白银之后，我都会让电解槽运作2天的时间。以下是实验过程的数据。第一次与第2次的回收加总共得到了约 25.5 公克的银结晶，第3次则回收了 18.3 公克。第4次回收 16.4 公克。第5次回收时，这次的银结晶已经呈现出明显的触手状结构。这次回收了 9.8 公克。第6次回收，银结晶颜色开始改变，出现棕色的杂质，密度也比前几次稀疏。轻轻的搅动汤匙，结晶就会掉落。到了这个阶段，我决定终止实验。我回收了汤匙上的银结晶，并且将电解液过滤，收集烧杯底部的银沙。接下来我们检视一下成果。6次回收中，最后一次获得了 4.2 公克的银结晶，而前5次总计约70公克。整个实验用了17公克的银和15毫升的浓硝酸来制作硝酸银电解液，最终回收了4倍于投入量的纯银。相比传统的硝酸提纯法，这个方法更节省成本。如果以传统的方式提纯70公克的银，需要耗费超过70公克的浓硝酸。而在本实验中，即使到了这个阶段，电解液仍可继续使用。稍有杂质的银结晶可以透过设置另外一个电解槽进一步提纯，获得极高纯度的银。另外一个优势是，电解槽不会产生有毒的2氧化氮气体。但是要注意的是，此方法不适用于镀银的物件。
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集节目见。